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二，在昨天晚上美国时间21点45分，也就是中国时间今天早上10点45分左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里根国际机场发生了一起空难事故。一架小型飞机从美国的堪萨斯飞往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这个机场，准备降落了啊。然后呢，一架美国空军的黑鹰直升机，里面有3个那个大兵，他们在训练啊，听说。然后呢，从画面可以看到，这架直升机啊是直接开过去，撞到这个飞机的侧面，然后呢在空中爆炸，2架飞机坠毁，坠入到当地的河中。但是呢，德国还有美国媒体都报道说是相撞，我认为这表达方法完全不对，因为从画面可以看到，那个飞机啊，它是根据美国媒体、德国媒体的报道，当时的飞机是准备降落在大约120米的高度，而且这个飞机是在正常的飞行路线上要降落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左边这架直升机是直接开过来，撞到这个飞机的侧面，所以我认为啊，肯定是这个直升机一个是故意的，或者是操作失误，反正呢不是那个客机的错，绝对是这个军队这个直升机的错，这是我的那个理解啊。但是我认为啊，美国的媒体或者是德国媒体，他有所隐瞒，或者是有所隐瞒，他们用相撞这个词，是不是想那个帮那个美国的军队解脱呢？这个我真的不理解。好，另外呢，昨天也发生一件事情，也是美国军队的啊，在阿拉斯加，一架美方说的啊，世界最先进的5代战机 F-35，昨天呢在训练的时候坠毁了，直接从空中像自由落体一样掉在地上，然后呢一个火球这样砰一声就燃烧起来，整个 F-35就报废了。好在那个飞行员啊在空中的时候被弹射出去，所以保住了他的小命。这是单座5代机，反正美国方面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5代机，但是他们美国方面就不敢那个大声的报道啊，就是中国已经成功试飞了，也许呢不仅是试飞，而且可能已经那个量产了6代机，而且是2个不同的款式啊，这美方真的是想大事化了。可能呢，美国也就是想麻痹他自己的人民嘛，不想承认中国已经成功生产出6代机了，而美国呢没有。所以呢，有的中国网友就调侃了说，我们中国过新年，美国呢也放烟花帮我们庆祝。当然啊，这2起美国都与军队有关的空难事故，我认为呢，一方面我对美国自己的军机，比如说那个 F-35啊，还有那个黑鹰直升机坠毁，我真的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呢，对这个客机啊，因为毕竟有很多普通的无辜的人民坐在里面，对吧？60个人里面，听说呢还有俄罗斯那些什么速滑的运动员，而且曾经获得过1994年还是哪一年获得过世界冠军的，他们呢也在里面坠毁就没了。另外呢，还有美国自己的那些速滑运动员，还有他的家庭呢都坐在里面，然后呢全部都没了。像这些是无辜的，我就觉得是非常严重的、非常令人遗憾的这种空难。但是军队的我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越坠得多越好，对我来说啊。我不知道我这个观点大家能不能够接受，还是觉得我这个人太邪恶了。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的想法，我就觉得美国军队的东西坠毁越多越好呢？是因为美国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打压，特别是近几年来2018年以来，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对中国高科技的打压，还有贸易方面的这种战争，所以导致了我真的对美国这方面真的没有好感。只不过呢，普通人的客机，我认为呢，就是由于美国军队操作失误造成的这种空难，这本可以避免的啊。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也说了，这真的是可以避免的。那么，从这2件事情，特别是从那个最近在里根国际机场120米高空发生这种空难，就可以看出啊，也许美国军队呢正在印度化，这是我的想法。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哈，像你一个黑鹰像你一个黑鹰直升机，对不对？里面有3个人，那3个人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并不是很高阶的那个人员，他们是在训练。那么为什么发生这种低级的错误呢？我可能还有一个阴谋论，等一下我说。我就认为啊，那就肯定美国军队里面的管理可能特别的混乱。或许之前呢，大家在摸洋工，然后呢吊儿郎当的过日子，对吧？那么这些新的士兵可能没有得到什么训练，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安全啊这种隐患这种意识。然后呢，特朗普上台了，他就新官上任3把火，那个国防部长对吧？原来是一个好像那个福克斯一个节目主持人，现在做美国国防部长，也挺搞笑的。然后可能他就采取一些措施嘛，那军队里面的人就加强训练了吧？没有训练经验的人，3个新手也没有老手来，那个像中国一样老带新是正常的，对吧？那3个新手在晚间的时候去训练，而且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在这种民用机场，而且是在飞机降落那个飞行路线在那附近训练，有这样训练的吗？然后呢，更搞笑的是，大家再看看画面就知道，这个直升机在120米的高度直接飞过那个客机的那个侧面去撞上去，是直升机主动飞到客机那边，主动撞上客机的。我认为客机没有任何的错误，那个客机那个飞行员肯定没有犯错误，肯定就是美国这个军队这3个人在训练的时候是新手，可能操作失误。但是我也有可能啊，我猜这是可能是阴谋论，因为在一个社会制度，总有一些对一个是美国军队的上司不满的，对美国整个国家这体制也有不满的，也都有可能啊。或者是呢，像原来出现的在美国一些那个惨案一样，对吧？他可能对美国的制度啊，还有对美国的可能他那个受了什么宗教的影响啊，对美国这个基督教可能产生了仇恨，这些都有可能。我认为所有原因都应该考虑进去。反正从这飞行的画面来看，绝对呢是一个是有预谋的，或者是操作失望，只有这2个原因。第3个原因呢，那就是整个美国军队的管理很混乱。然后呢，可能美国那个肯尼迪国际机场，不是肯尼迪，里根国际机场这个控制台也许也有一些失误，否则早就命令这个直升机不能在那里飞行了，不准这直升机在那里飞行了。因为呢，真的离那个正常飞行线路太近了，就很可能，特别是晚上，很可能很容易发生空难。那这个空难就真正的发生了。所以呢，我认为啊，就是从这种小事情反映出美国可能整个国家目前是一片的混乱，从体制来说，从管理来说，还有从整个军队这种管控来说啊，都应该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呢，就是各种因素呢3凑6合吧，才造成了这种本来可以避免的空难。然后呢，不管是美国媒体还是德国媒体都说，目前呢只是打捞出了18具尸体，但是从这个画面来看，有生还的希望吗？我认为绝对没有。所以呢，媒体为什么不马上承认？可能呢，全部人员都无人生还了，也就是说，那个60位乘客加上呢4位机组人员，再加上那个黑鹰直升机，再加上那黑鹰直升机的3名士兵，一共是67个人，应该是全部死亡了。那德国媒体还有美国媒体为什么不直接承认呢？我觉得他们是想拖延时间，以免好像这个空难听起来没有那么严重，让大多数民众认为啊，目前只是有18个人死亡，也许呢还有其他的40多个人可能还有生还的希望。其实这种生还的希望应该可能性为0。即使当时啊爆炸的时候里面还有人还没有死亡，
但是那飞机坠到河里面，也就是那紧急门打不开了，对吧？然后呢，那河水虽然只有2.5米深，但是飞机舱门打不开，然后呢，当时那水肯定会灌进飞机里面去，对吧？而且现在是冬天，很冷，所以呢，里面生还的人的希望应该可能性几乎为零。虽然不可能完全排除有生还的人啊，但是我大胆的估计，应该是没有生还的希望。你看，昨天大年初一，这个黑鹰 F-35坠毁，然后呢，一个大的火球，然后呢，今天中国时间是今天啊，早上10点45分，又一个大的火球，又相当于放了2次大的烟花来庆祝中国的蛇年新年。所以呢，有些中国网友感到非常的高兴。我的观点还是就是对军事方面的这种飞机坠毁，我是高兴的。但是对民用飞机这些无辜的人被这样拖入地狱被死亡了，我就觉得这是悲剧啊，不应该幸灾乐祸。这是我的观点。我觉得对某种来说是美国一种国运的征兆吧。你看，一年开始的时候，又是特朗普刚上任，对吧？就发生了这种流年不利的这种事情，而且一发就是接着的发生，所以呢，这对美国的国运来说应该是不好的征兆。我是相信这种，你说迷信也好，但是我认为是一种因果报应吧，是活该的。另外，说来说去说到活该，我们又来说说这个中国深度求索。你看深度求索它特别厉害，对吧？对美国的股市啊，还有那些最大的高科技的智能 AI 公司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呢，让美国瞬间，或是让全世界 AI 行业，主要是美国了啊，对吧？一下子就损失了上万亿美元。所以呢，就是美国的 AI 这个所谓的领先地位，马上好像就崩溃了啊。然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它当然是不心甘的啊，所以呢，就发生了这样的特别明显。我看了一下各方面的报道，就是美国凡是以国家的名义大规模呢对中国这个深度求索进行网络攻击啊，妄图呢相当于想通过这种网络攻击把这个深度求索打趴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想保住美国这个投资了很多的 AI 这些大的公司啊，因为很多这个财团他的钱都投进去了，不可能望着他打水漂，对吧？所以呢，通过他们发动了美国以国家的名义对中国这个深度求索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而且全部的 IP 都是美国的。你看，美国连装都不装了，就那么无耻。所以呢，对美国这种行为啊，我是特别谴责的，不要脸啊！哎呀，就是说美国现在它的吃相越来越难看了。不过呢，也难怪啊，因为美国嘛，想保住它的霸主地位，但是呢，现在应该不行了。特别是从去年年底伟人诞辰日的那天，中国放出了很多大招，对吧？首先是2款不同的6代机同时曝光在全世界，而且是特别高调。我们都知道，但凡中国能够高调曝光的东西，那说明它还有更厉害的东西还没有放出来，对吧？所以呢，也许我们有些网友就是猜测的，也许呢，中国的7代机已经成熟了，已经在路上了，这都有可能啊。那到时整个中国的空军可能就无敌手了。不过从6代机的曝光看来，对美国，特别是他的政府还有他的军队，造成这种心理的震慑，绝对是核弹级的啊！又加上你看 DeepSeek， 也就是深度求索，它的曝光出来也是核弹级的。你看这种王炸一个接着一个，那美国还受得了吗？所以从这样目前看来啊，另外还有海军，对吧？中国的海军也放出了大招，什么076啊，是驱逐舰吗？我忘记了，还是两栖的，对，两栖的登陆舰是什么？因为我不是军事人员啊，有的时候看过那些新闻都忘了。然后还有新的那个驱逐舰也下水了，
所有这些呢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你看，美国的航母现在因为中国6代机已经可以说已经可能成军了吧？具体咱不知道，因为中国官方也不说。但是从它的那个番号就什么三什么多少，反正是36011还是多少，反正已经到第11架了，就表明了不是第一架，已经肯定前面试飞了很多很多，现在可能都成军了啊。所以呢，这个中国6代机它的成军，或者至少它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已经有伴飞了，有那个歼20伴飞，一般都是由更老的伴飞更新的，对吧？而歼20又是世界上最先进的5代机，我说之一吧，保守一点，对吧？也许跟那个美国 F-35差不多，但是从那个爆炸或是坠机的频率来说，美国35那个 F-35是非常多的啊，非常的频繁。所以呢，这个美国这款 F-35可能应该是故障率很高的一款飞机吧。而且现在中国不是从去年开始已经禁止出口中国这稀土，那对美国这种高科技武器的生产会造成很大的遏制吧。所以对美国来说，可能这也是不是一个好的兆头。所以这些加起来，所以对美国形成了很大的那个从它的军队来说很大的冲击。另外呢，中国6代机两款6代机的成军，那对美国航母来说，可以这么说嘛，你航母都不敢再来中国的南海啊，什么台湾海峡，捍卫所谓自由航行了，因为有中国6代机，根本就不怕你航母了，对不对？反正你美国这5代机是拿中国6代机无可奈何的，它可以飞到太空去，那你的5代机怎么办？对吧？所以这航母，美国的航母虽然有11艘，就变成了中国6代机的活靶子了。另外呢，中国还有打航母的利器，对吧？这东风这些快递可不是吃素的啊。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说啊，这1-2年啊，中国这军队它的军事实力大爆发，让美国特别的抓狂，对吧？对，所以呢，出现了昨天美国时间，晚上9点45分，这坠机其实呢是由于美国军队的失误造成这种空难。然后呢，昨天 F-35又坠机，所以呢，对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好事连连啊，美国的军队老是出事。所以呢，今天我就想，不打草稿，就这样随口说说，发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啊。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看到美国这军机一架接一架坠毁，你们的心情是不是像我们过年一样高兴呢？但是呢，对美国这种民事飞机或是普通客机被出事情，那些人被死亡，你们到底怎么想法呢？反正我的观点就是，这些人是无辜的，我们呢不应该幸灾乐祸。特别上面还有俄罗斯人呢，他们肯定是更无辜啊。好吧，朋友们，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你们有什么想法，请在下面留言讨论啊。那我们下期见吧。